大二维纳吉提起抖音呢，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短视频、才艺、颜值，抄袭我的内容啊。这个事情也是我就实在没有精力去处理的，很多还都是流量很高的大佬，所以开始我就先呼吁一下各位大佬，我这么做实在没有必要啊，因为我自己都没赚到什么钱啊，都是在座的各位点赞，不断的点赞，每个作品都点赞，才支撑我走到现在的。不信你可以去问一问啊，其实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而且抖音平台对于抄袭内容监管的力度也很感人啊，尤其是感动到了我。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啊，就是一个关于抖音网红的案件。一个22岁的年轻女孩在抖音的一条短视频火了，却也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而对其痛下杀手的正是自己的前男友。难道仅仅是因为两人在是否靠抖音盈利赚钱的意见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就发生了这样一场悲剧吗？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拉回到2018年。2018年8月1日晚上8点58分，浙江慈溪市新都会商务中心附近发生了一起非常恶劣的事件。22岁的女孩陈某在一家商铺中身中数刀，躺在了血泊之中，而把她逼到角落持刀行凶的正是自己分手不久的前男友吴一栋。而事发非常突然，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吴一栋作案之后马上就逃离了现场，陈某则是当场死亡。当时的现场非常混乱，闹市发生惨案，事件也迅速在网络上传开。人们更多的关注点也是因为陈某在抖音有近40万的关注量，属于是舞蹈和颜值类的视频作者。分手、凶杀、网红这些标签一贴，马上引起了舆论的热潮。然而这背后其实陈某是被迫网红，也因为这个身份在之后遭到了太多莫须有的恶语重伤。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还是带有很强的偏见去看待受害者。所以今天做这期内容的主要目的首先当然是尽一份力还受害者一个清白，最重要的是剖析这个杀人凶手吴一栋。希望你能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透过表象去挖掘本质，及时规避人际关系中存在的风险。女孩陈某是1996年出生，家里是开厂做生意的，所以条件非常好。在杭州师范学校毕业之后，2015年9月开始在慈溪市机关幼儿园当老师。很快家里就全款在单位附近给她买了一套2室1厅的房子。因为有舞蹈的专长，2017年进入了一家培训机构做专职的舞蹈老师，还兼职几个学校的老师工作，月收入过万。工作以后也就不再和家里要钱了，但家里还是出钱给他买了一台奔驰轿车作为代步工具。其实早在他18岁的时候，家里就花了90万盖了一栋2层的楼房，可以当做他以后的婚房。他的家人是这样想的，如果未来他的另一半工作一般或者是没有正经的营生，陈家也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帮助两人在老家开厂赚钱。可以说以陈某殷实的家庭条件和他自己稳定的工作来看，以后在生活上不会有什么困难，差的就是在感情上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他的家人对未来的女婿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要人品好，有上进心，对陈某好就行了。和这些比起来呢，有没有钱都是次要的。也就在2017年初，在慈溪市青少年宫附近，陈某遇见了带着一只宠物猫的吴一栋。喜欢小动物的他看到猫就上前去逗了一会儿，就这样2个此前从无交集的人就相识了。吴一栋比陈某大5岁，两人都是慈溪市本地人但是吴一栋就是一般家庭，父母长期在内蒙养蜂，他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在和外婆一起生活。职高学的是烹饪专业，但进入社会卖了几年衣服，情商高点会说这是创业初期，现实就是没有固定的工作，确实到了后来他什么都不干了。吴一栋就开始对陈某发起苦苦的追求，最终陈某还是被打动并接受了吴一栋，那两人就开始了这一段恋情。在初期的关系还是非常的融洽，但是这个阶段是不足以去完全了解吴一栋的个人情况和脾气秉性的。而且陈某也对父母隐瞒了自己恋爱的事情，只把关于吴一栋的一切告诉了嫂子一人。在2017年底陈某的父母第一次见到了吴一栋，而且属于是非正式见面他们本打算去市医院看病，顺道就去女儿2室1厅的房子看看。拿钥匙进去以后，就看见10点还躺在床上睡觉的吴一栋。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男生高高瘦瘦的，形象也可以。然而吴一栋缓慢地走下了床，但一句话都没有说，顺手就把房间门给关上了。老两口就在这儿待到了11点多，打算和他聊聊，最后硬是去敲门才把吴一栋叫醒。母亲也是怕给年轻人压力，就没有询问个人的状况只说对未来女婿没有过高的要求，工作稳定，对女儿好就行了。但是吴一栋半天没有憋出一个整屁，
直到两人离开，愣是什么都没有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一起经历的事情多了，问题也就开始显现出来。这两人的教养、性格、三观不合的情况越来越凸显，会为了一些琐事而产生矛盾。但是在早期，这些都没有引起陈某的足够重视，因为吴一栋还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在两人相处的第一个农历年30，吴一栋的父母从内蒙回到慈溪，陈某瞒着自己的家人去了吴一栋家里。那吴一栋的父母当然是对这个女孩非常的满意，还给了她见面礼和压岁钱11000元。陈某的父母感觉不妥啊，毕竟只是恋爱关系，没有给这么多的说法，就让他给人家送回去。但是对方硬是要陈某把钱给留下了。那恋情在两家人和朋友圈都已经公开，随之而来的却是两人矛盾的不断升级。这两人吵架的频率很高。对于吴一栋来说，男人最基本的特质善良和上进心他都没有。陈某也会和母亲反映说，他们经常会吵架，而且这个吴一栋喜欢在手机上赌博，有时候还会去外面打麻将，但从来都没有说过吴一栋会动手打人。直到有一天，陈某的母亲在收拾女儿物品的时候，发现了吴一栋写的一个保证书，上面写着：我保证今年对你少动手。你哪怕说不动手，也比少动手更能让一个母亲接受啊。那由此开始，这段恋情和吴一栋这个人就不再被陈家人所接受，因为两人吵架都是很凶，以至于陈某多次提及分手。但只要提出分手，吴一栋偏激的性格就展露无遗。2018年2月，家里接到了陈某的电话，很急迫的说车被吴一栋拦住了，钥匙也被他拿走了。家人赶到的时候呢，奔驰车的车载显示屏已经被吴一栋用陈某的苹果手机砸碎了，保险杠也有破损。最终这件事情闹到了派出所，吴一栋当面挑明要陈某把自己父母给他的1万多元还回来，而实际上这1万多被吴一栋自己就花了一大半，其余的是两个人一起花的。那最终吴一栋的父母也是拒绝再收回这笔钱。2018年5月，两人吵架之后，吴一栋找开锁公司打开了陈某家的房门，拿走了他的衣服、学生证、护照等个人物品，事情再一次闹到了派出所。然而每一次分手闹完之后呢，吴一栋都会表现得非常痛心疾首，声泪俱下的请求陈某的原谅，会跪下也会拍哭求原谅的视频发给陈某。总之会用尽一切手段挽回陈某。然而陈某就是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也是想着再给对方一次机会，就一再的原谅吴一栋，两人就和好了。那家人虽然也是百般不情愿，但如果吴一栋能改过自新，以后真能对他好，那也就认了。2018年5月26日，两人一起去杭州旅游，玩得很高兴。吴一栋就给陈某录了一段抖音短视频，地点是在西湖的游船上，配乐也是抖音当时比较火爆的作品，直接上传到了自己的抖音账号波特卡斯蒂艾斯。没想到这个视频就火了，点赞数甚至达到了180万以上。突如其来的庞大流量，算是让吴一栋彻底迷失了自我，感觉这里有商机所以就连哄带骗的让陈某录制新作品。1个月时间，抖音一共上传了59个作品，大多都是陈某的舞蹈视频，一共获得了38万多的关注量。然而两个人对这个抖音账号持不同的态度，陈某感觉平时拍着玩可以，但从来也没想过通过抖音去赚钱。但吴一栋却感觉抓到了新的致富途径，把精力都用在了如何运营抖音账号获得更大流量，然后去接更多的广告赚钱。逐渐两人的分歧就越来越大，一边陈某也会和朋友抱怨吴一栋拿抖音当饭吃，另一边吴一栋还是会不断的给他施压，我这都接了好几条广告了，一条3000块，你拍还是不拍？陈某的态度很坚决，不拍。随后开始把两人的关系进行冷处理。如此一来，这吴一栋偏激的劲头又上来了。6月20日凌晨1点多，陈某的哥哥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很显然他又受到了惊吓，哭着说这个吴一栋从手机上转走了他的1万元钱，把门给踢烂了之后呢就逃走了。陈某的母亲就感觉到吴一栋这根本就不是个东西这谁知道再这么下去，女儿会不会有危险呢？那时候两人还没有正式分手，所以他就骗女儿说，市区这一套2室1厅的房子先给他卖掉，打算给他换一个更大的，所以就让他先搬回家住。6月底，陈某就搬回了老家。为了确保女儿的安全呢，每天上下班都会进行接送。7月12日，陈某正式向吴一栋提出了分手。不难想象，吴一栋又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不断的发信息、打语音电话给陈某，但都被拒接。之后又开始发虐狗的视频给陈某，说如果这狗死了，就都是你害的。这宠物犬是吴一栋送他的，但分手以后呢，就又还给了吴一栋。这样一来，就又见了一面，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花了2800元买回了这只狗。最后还把11000元钱转给了吴一栋的表姐，让他代转给吴一栋的父母。但是吴一栋还是不肯罢休，继续联系陈某请求复合，打电话、发微信、微博留言。
即便是被拉黑了所有的联系方式，还是会换不下50个电话号和陈某联系。之后就开始到陈某的单位进行蹲点，然后跟踪，但一直都有母亲的接送，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举动。他还会在半夜的时候给陈某发短信，说自己会从楼下爬到你2楼的卧室去见你。2018年7月25日，吴一栋趁着陈某在工作的时候，在外面把奔驰车的车标给折断，还划伤了车身。陈某选择了报警，车辆定损在1万元以上。这个阶段开始，吴一栋就已经开始不干人事了。2018年8月1日早晨，吴一栋曾经发信息约他见面，但没有得到回复。下午，吴一栋再次发出信息，然而这一次是死亡威胁。这一天，陈某和母亲说晚上约了朋友去看电影，不用来接了，看完就回家。下班以后呢，就坐了同事的车去慈溪市的新都会。一直在单位门口蹲点的吴一栋看见他上了一辆轿车，就在后面驾车尾随。晚上8点58分，陈某走进新都会的一家超市。尾随而来的吴一栋戴着口罩，把刀包裹在一件上衣里，追上了陈某，并强行把他逼到店铺的角落娃娃机旁，直接亮出凶器，夺走了陈某年轻的生命。吴一栋被商铺老板用拖布把打中脑袋，随即逃跑，只留下了现场的一片混乱。在1个多小时后，得知事发的陈某母亲还试图联系女儿确认真假，然而悲剧是真实发生的，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案发后，吴一栋自知难逃，就主动找到警方自首，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然而，随着事件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很多人在网络上开始秀起了自己的下限。他们不去关心凶手的残忍和受害者的不幸，反而开始有声有色地进行造谣和重伤。女孩出轨，花光男的钱之后分手，找了一个富二代。网红死有余辜，没有无缘无故的杀害。人没了还要背负各种污名，而且有人造谣就有人传谣，迅速扩散的谣言也像更锋利的尖刀，刺伤的无疑是受害者家人的心。我从毛高头做个这个亲戚，我们也不晓得了，娃子里面脚踏两只船，丈夫要分手的，我做不分。我要这个企业，我3年高没也没见没。然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至于该怎样评价这些人，交给你们。距离案发8个月后，2019年4月3日，慈溪法院公开审理吴一栋故意杀人案。吴一栋是否为预谋杀人以及自首情节，能否让他从轻处罚，成为控辩双方的争论焦点。这个货在看守所里面竟然还变胖了啊！他在庭上说是想与陈某复合，但陈某不愿意，竟然还叫保安，为了不让他乱叫，就一时激动做了错事。那还说那段时间呢，都有陈某的母亲接送，如果事发当晚也有接送的话，那他就不会死。就是这么混蛋的一句话，把陈某的母亲给气到昏厥。吴一栋的父亲还提供了他在医院普通精神科就诊的证明，以及医生开出的药，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借有精神疾病的理由减轻刑罚。但是吴一栋就诊的时间仅是案发前4天，很明显就是为了作案之后逃避制裁故意去的。那再加上特意购买的口罩和发送的死亡威胁短信，都能说明这一次作案是有预谋的。经过了几轮辩护，吴一栋最终陈述，先向双方父母道歉之后又说都认为判我死了是最好的结果，实际上让我活着才是最大的惩罚，因为余生我将一直活在折磨之中。如果我被判处死刑，我希望能捐献我的器官，让我以另一种方式赎罪。随后庭审结束，并未当庭宣判。2019年5月30日下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公开宣判，被告人吴一栋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犯罪动机卑劣，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自首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一栋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吴一栋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强行续命。2019年12月31日，二审这天正是吴一栋的农历生日。他在庭上说自己不孝，但生命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希望能看在妈妈的份上，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然而废话改变不了他作恶的事实，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8月3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对吴一栋执行死刑。但是波澜并未平息，吴一栋的家属们大脑集体短路，也不清楚这个吴氏家族是不是就有这个混蛋的血统啊。在执行死刑的当天晚上，一车人来到了受害人陈某的家门口，不断鸣笛，然后嗷嗷大喊说这家人都在，你们快去把这个家伙都拿来，今天就必须把他们全都砍死。
啊，这让陈家人感觉非常的害怕，马上报警。警察赶到现场以后呢，凶手家属散得比狗还快。警方为了保护受害者家属的安全，就在陈家周围部署人力，避免再次产生冲突。第二天9月1日，这伙人又来了，而且来了好几十人。这回毕竟混蛋这个人多力量大，看到警察以后呢，好像也没有那么害怕了，一度甚至和警方出言不逊。今天我就是装，也要装个大尾巴狼给你们陈家人看看。的领头的就是吴一栋的父亲，带着2个兄弟，还喊着口号啊，我们兄弟3人一条心，这个狼狈为奸，其利断金啊。后面这句是我编的啊，但是他们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最终这一小撮散装的复仇组织当场被警方给带走，临走还说啊，我们还会回来的。既然他儿子都没了，以后谁也别想好。警方就对这一家混蛋呢进行了严厉的训话，之后也没再有过任何的过激举动了。可以说这吴氏家族的三观非常扭曲，就是善恶不分，目无法纪，毫无底线，丧失良知。也从这一家人的举动似乎可以看到，这吴一栋能成为一个杀人恶魔的原因啊！你家人光顾着去养疯，结果把自己的儿子也给养疯了啊！在这种自私自利和扭曲溺爱的家境中成长，人际交往中所展现出自我为主也是必然的。非但不会自我审视和反思，反而是不顾他人的感受，毫无廉耻的去不断要求别人，还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只要是不顺了我的心意，那你就是完全与我为敌，要么就一直顺着我，否则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灭掉你。这是非常典型的偏激型人格，在犯罪心理上也属于潜在的危险型人格。多重因素的汇集就会让一个人彻底失去自我，主要就是体现在心智极端，看待事情非黑即白。那这种人很难去客观的看待一个问题，只要是涉及到自己的不顺遂，就感觉是有人故意刁难自己，也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层的自卑感，会感觉自己是被针对了，而不会去考虑自身或者是环境的因素，很容易就把别人定义为自己心中敌对的对象。共情能力差，没有同情心。其实共情能力和同情心这个事情很难被发现，因为这个很好伪装，一句话或者是一个举动就可以表现得很有同情心。但是在逆境的环境下，或者是涉及到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这种特质就会得到展露，不惜去靠侵害别人的利益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哪怕你是一个处境比他还差的人，哪怕你是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哪怕你们是曾经关系最密切的人，在涉及到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会义无反顾的去坑你啊！他不会管对方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做的一切只为达到自己的目的。非常自恋，而且自恋程度很高。这个自恋呢，包括对于自己的外在和内在，然而这个也是很难发现，毕竟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啊，高程度的自恋映射到现实中，会体现在比如说他不去工作啊，整天无所事事，因为他会认为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个人魅力是不甘心于做那种每天早9晚5或者是稳定的工作，并且内心是很排斥的。结果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只能靠一些歪门邪道搞钱，还会以此为自己炫耀的资本。你们辛辛苦苦得到的，我一个机会就拿到了。这种对于智商的迷之自信，或许会让他沉迷于赌博，或许会让他不断去乱搞男女关系，或许会让他设下圈套去欺骗别人的金钱或者是感情。那以上的特质结合起来，在感情中就会体现出很极端的行为。比如在追求你的时候会特别的卑微，相处中啊，你对他的学业或者是事业上的建议都不会接纳，反而会觉得你的建议有冒犯到他。在争吵的时候也会失去控制，非常的恐怖，大声喊叫、摔东西或者是动手打人。如果你顺着他，就会变本加厉；如果你提出分手，他就再次卑微的祈求原谅。如此往复下去就很危险了，因为一次一次的卑微都会积攒成为他以后的怨气。那这种怨气大了以后呢，就会反噬自己，最终将所有的仇恨全都安在对方的身上。非黑即白，不是相安无事，就是必有一伤，不是活就是死。那以上的特质在吴一栋的身上都会得到体现，希望能帮助你在生活中及时辨别身边的危险人格。最后要补充一句啊，实际情况还是要以实际分析，还是要结合更多的因素去判断一个人的潜在特质是否值得我们去和对方进一步相处，认真识别，精准判断，保全自身，默默远离。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看到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吉啊，谢谢你了。